林蔚要有一个惊艳表现，才能面对的对手有点强大。Hello， 嗨，你好呀，我来了。你今天是一身白色，对我们俩今天有点搭哦。是的，跟商量好了一样，风格好像。你看看，这我出了一份新的台本。其实前面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就是一会儿我们可以去练一下。我给这个起的标题叫“就是最幸福的生活是平平淡淡”，就是他们接地气的这种生活，就是由你来主导我，每一个点都要突出一个你的特点。然后我的这个片子的其实它的主题是想通过你镜头下的这些上海老人串联起来，让大家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上海的这种感觉。主题不错哦。上海老人和那个烟火气弄堂是非常聚焦，而且可以深挖的。目前看，开端不错，开端不错。咱俩出去定一下点呗，就找一下我们那个打招呼的那个点。走，门口。啊！下雨了啊 ！Oh my god！ 啊，怎么一到林蔚？林蔚的运气啊！但是如果他能处理得好，我觉得是一个是风格的加分的。烟雨朦胧，我很期待。上午还万里无云，下午就开始狂下。我站哪等你比较好？我先取个景儿，你再往前来一点点看看。那你等我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在马路上面会好一点，不要在马路中间等，就差不多这个角度吧。怎样？哎，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的镜头可能会虚化多一点点。好呀，好呀，长镜头，没问题。这个伞我们放回去，出太阳了。啊，又好了，好的，好的。出太阳了！哇，这个天气真的是反复无常。老天就是眷顾你啊，林蔚。这场雨就是为我们下的，好，为了那个搅动我们的心情。什么时候开始呢？害怕，我的老师要来了。哎呦我天，这个考试车的行进真的是让人啊！他们是快来，然后他们就是你要见面的时候要打个招呼，对吧？就他来了我就开始考了。这个是吗？不是吧，老师 ？No No No。主题是不错的，加油！我来了，老师，准备咋样了？还可以，还可以啊。那你准备好，我们就随时可以开始。好呀，好吧。好的，来，对老师，我给你一份脚本，你可以看， OK 对应着的。啊，这是哪一趴是哪一趴？行行行，好。那我们开始。那我把东西放一下，我们准备。我找个角落躲起来。那我先过去，你就在这个位置。好。好，可以开始了。Hello， 薇薇。嗨，我来啦，快来快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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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们这边可以聊一下。好的呀。好。今天首先想了解一下你镜头中那些时髦老人的故事。好。其实我们看到您也是因为在很多社交媒体上，您的那一组时髦老人的照片很出圈。哎呦，真好看拍的。哦。上海街头真的会有特别多，没有碰到过。会聚集在一些地方。去的地方没去对，什么安福路是不是？武康路，我刚才看到好几个名字，这几个我没过去。我前就半个月前吧，我还见到一个79岁，浑身 muscle， 真好。当时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拍摄这样的一组照片？可能很偶然的，就是看到一些街上的有这种老年人，然后路过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老年人穿得好精彩啊，就是他们有一种反差感给我。可能因为我从湖南农村老家过来，就是会有很多觉得家里面的年纪大的那种老年人，他们都会把精力放在别人身上，放在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孙子孙女，对。所以你当时看到这个，你觉得是一个跟自己老家很不一样的一个反差点，让你觉得很想要去进行这组创作，就很好奇，然后想要去看。对，我真的是蛮喜欢你那组照片，就非常亮眼，就是那个首页的那个老奶奶，穿了一个鹅黄色的衬衫，苍苍白发，但是她整个人精神状态看起来特别好。当时遇到她的时候是在五原路的一个路口，我会经常遇到那个奶奶。每天穿的都不一样，而且都是非常的有亮眼的那种形象，
后来隔了很久之后，有一段时间就没见到他，我还蛮担心他的。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然后看到他又出现在那个门口，觉得好开心，就觉得还能看到他。就是你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之前可能街拍遇到的那些老年人，你可能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对，因为其实像年纪大一点的人，他们的就是被关爱或者被陪伴的机会很少，被关注的机会也很少。就平常的时候，大部分还是会蛮孤独的。他们就这种就是穿得很精彩的时候，然后我去抓拍到他，然后他能发现自己被拍了之后，有时候会特别开心。他这个街拍摄影师其实是挺特殊的，所以说他这个故事点其实也更吸引观众。是在最初的这个起点处，对，在按原生标签上来讲，它非常特别。他特别开心。我上次有拍到一个就是骑自行车的一个爷爷，他骑的自行车很可爱。后来我把照片发给他，然后说：“哇，第一次街拍耶，被街拍耶，然后好开心啊！”然后就发了个朋友圈，然后炫耀一下。对对对。我其实有看你的社交媒体上面发很多你的作品，然后你的作品的这个标题，你使用了很多是这种被拍者给你的情绪反馈。对，这也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就是我让他们开心的同时，其实我自己在收获开心。我的点并不是说我去给他们提供了什么，而是大家都是互相的，他们也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他每天在家里精心打扮的老人走上街去的时候，难道不想被拍吗？那想的呀，有时上来搭讪的那一刻，我觉得就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作为一档外景节目，杨凌卫开始直接做彩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他的话题选择很精准，也很聚焦。您的那一组时髦老人的照片很出圈，直接聚焦到摄影师街拍时髦老人的特点，迅速展开话题。一开始其实拍是在这个附近去街拍，对不对？对，在附近。我当时就是觉得五原路这块特别有生活感，然后经常会有来来往往的那种老年人，穿的特别有趣的，就聚集在这一片。走啊，对，转一转。那能不能有机会带我拜访一下之前你拍过的人？然后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帮我拍几张照片。当然可以啊。哎呀，就等你这句话了。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好，出发喽！又下雨了。 What？ 啊，上海这个天气，我真的是变化无常。我们街拍的时候，经常也会遇到这种场景，就拍着拍着，然后就突然下雨了。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一般躲雨啊，还能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躲雨。哎，你看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我平常以前就是经常来拍的那个路口。你们就是在这里抓人。对。所以这个十字路口是你们之前会在五原路和乌鲁木齐路这里选择街拍的一个角度。对。因为这个路口的话，会有很多生活中的老年人，他们去买水果，去买菜。我拍他们很喜欢一些有烟火气的场景，而且上海的老人很有情调，喜欢买花，哇哦，和花在一起很有生命力，感受生活。那我现在给你拍几张照片吧，好不好？大雨真的是，这个雨有点突然啊。来 ，OK， 多走一走没关系。回头啊，好看好看。哎呀，好看，好美好美。哇，好看耶！我已经 get 到街拍摄影师的魅力了。我感觉现在班位大了很多，大了很多。你从那边这样走过来吧。好，好，来1、2、3，走。哇，我们就以这个水果店为背景吧。好，我觉得有哎，这个水果店很好看。我还带你去比较有生活化的，它旁边有个菜市场。哎，我在这个门口给你拍2张照片吧。好像雨下小一点了。之前这个附近有没有你拍到过的这个熟识的人？熟识的人吗？我邻居啊，我经常能拍到我邻居。你邻居是住在附近吗？还是就住在附近？因为我之前就是住在这个附近的。你之前在这边住了多长时间
住了个2、3年。2、3年。对。然后我跟他们关系也很好。我今天就是有跟我的那个以前的一个邻居，一个叔叔，跟他聊了天，然后我说，我想去他们那边看看。啊，那我们方便吗？方便。那当然好呀，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跟你去看看。其实我觉得多一些第三人的视角会更好的去表达你的。你明白我意思？对，你有他联系方式吗？有的呀，你可以看看。明天哈。对，行。胡萝卜七种路。所以这个小区就是你原来住的地方。对啊，这小区特别漂亮。这小区环境真的很好哎。在这里面。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哦，这个就是你刚刚选花的那个，真的长得一模一样。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酷。这边王老师，嗨，我来啦！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魏魏。对，我们是王老师的朋友，然后我们也是东方卫视下一站的主持人，我们节目组。欢迎！哇，好酷啊！这太适合拍了。来，您工作室方便了，麻烦给你带点水果。谢。就放着下大雨的。对，哇，你这里太有腔调了，王老师。哪里有腔调？很有腔调呀。哇，哎呀，房间不大，但是处处是景。他跟我提说他的邻居他特别的感动，然后说正好说邻居里面有一位老师说要来看看。不容易啊，一个人冲到上海来，我真的觉得不容易啊。他一直做街拍，对他知道我做街拍，然后也拍了他的，就也会有这种偶遇的情况嘛。有时候我们在安福路会碰到。好酷啊！王老师是上海人吗？上海人。上海人啊。我是上海，我能听得懂吗？No， 谁听谁讲。我是56年出生在上海。70岁了。哦，看不出来。怎么看不出来？我当时来的时候我也没看出来你的年龄。你的造型太酷了。王老师现在每天就是退休之后现在在做什么？就是每天过来发呆，所以说我叫这发呆室。就是听听音乐，看看书，喝茶，惬意啊。有时候嘛就闻香。我好羡慕王老师这样的生活。不要羡慕，你老了你就知道了。我现在才能体会我父亲那时候的年龄，那时候的这种状态。当时小的时候，年纪轻的时候，一点都不理解。我觉得老爸怎么这样？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段，你会不一样的人生体会，真的是这样。那您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现在体会啊，就说2个字：无聊。他说的是你们邻里之间给他的感觉特别温暖，然后他还经常会回来看看。我说这个在上海那大家租房子节奏这么快很少见。他住在这儿，这弄堂里面全是本地人。其实真正的上海人都挺宽容的。您上海本地人总结一下，你们给自己加一个标签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没什么可记的。所谓的，其实我跟你说，上海人说乡务人。乡下人这3个字，并不是说外地人，包括上海人本身也是。你如果过马路，一个上海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马上后面就有人说这是乡务人。其实他就是不守规矩的人，就是乡下人，并不是说乡下人一定是外地的或者是农村的。真正的上海人就看你规矩不规矩。他今天已经极大的解释了这一点，跟我们解释真正的上海本地人。我是通过我自己的状态、经历，然后就是能感受到一些。所以说他的感受将来会越来越反映在他的作品里面。他就是有些就是本能的，就是说刹那间的。其实摄影就是这样，就是决定性瞬间，当下的一种表达。就是说你有时候看到了框架就下来。
我现在是没这种反应了，因为相机老是放在口袋里面，老掏不出来，有时候放在包包里面。掏不出来。您也是 vlogger 吗？还是就纯粹拍照？我就是做一个记录，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和你们见面了，我就会随手拍一些，做个记录。可能这些形象你们会很不满意，但是我是只是做个记录而已。我40年前在出版社编辑，我们出版社出过一本叫《图录上海》，里面有一个生活类，就采用了一部分街拍。其实街拍一个好处是什么？记录了当时，记录了时尚。刚才早上我找了一下，我找了两本。40年前的街拍吗？对对。天降神兵，王老师真是天降神兵。图录上海大趋势。对。你看，他这是市民生活，最后的市民生活，这是集体婚礼。集体婚礼。在万滩。这都是你们编辑的吗？对，当时。哇。其实这个身份很特别哦。当然。图录上海的出版社编辑，退休之后，而且他好像把街拍这件事给放得很大。对，把历史给拉成了。所以我说他那个选材不错嘛。街拍不是新鲜事儿，街拍的价值你不就上去了吗？对呀，对吧？哎呦，你看这就是以前的街拍，打破了现在时间。哇，我觉得这一组很好哎。我好像还没出生。哎，对。哦，你看王老师的名字，哇塞！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街拍。哇，你看这是以前的街拍，初代街拍。这个不是现在的那个老前锋拉夫朗。我再拍一个。你看当时的电视台，当时的电视台主持人。对，这其实都是街拍。新民晚报。当时的报刊，邮递员送信，他们前面一个布兜里面全是报纸，这凝结成了时代记忆。而今天的街拍也会为未来的新上海人留下这个时代的印记。30年前的街拍展示出来，绝对是个高光亮点，既让内容更加丰富饱满，也让街拍这一主题更有厚度。谢谢王，我们俩今天真的长了见识。我觉得像刚刚那样子的这种时代的那种记录，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行，我们今天这时间有点有限，谢谢王老师，我们后面有机会再找你喝茶，好不好？超级感谢。杨令卫把主持人身份弱化了，他更像是一个陪伴者，真正走进了嘉宾的生活。绝对的，太高光了，这个令卫太高光了，这个真的太无敌了，太无敌了。来，我们拍一个合影，老师。是。来都来了。王老师，拜拜，您留步吧。下次坐在那看你。好的。好呀，拜拜。拜拜。你看街拍串联了历史多好。你来上海这么多年，你感觉你有变化吗？变化当然是有的啦，就比如说会变得更自如一点点。其实像以前早期的时候，我可能没那么的容易表达自己。虽然说我会有自己的点，然后我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不会轻易的去表达或者是反抗或者是什么样子出来。就是我听下来感觉就是，可能你像你说的，湖南老家给你的是你原本的底色。对。那现在经过在上海待了12年以后，这个城市的人，给了你越来越多的不同的东西，然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好，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会保持自己的初心吧。超级感谢你今天带我们看了这一路的风景，我觉得很幸福，然后也看了很多我们之前可能都没有了解过的视角。我觉得你很棒，加油！用王老师的话说，继续加油，继续深耕，期待你更多更好的作品，好不好？好，加油！拜拜。那我先走喽。拜拜。就是他更像一个陪伴者，然后聊天的人，真实的置入了他者的生活，很细，像一个没有修过的图片。唐征的那个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符合一切既有标准的，对，在传统的这种媒体审美当中无可挑剔的一个图片，完成度高，唐征的完成度高，但是我觉得林卫的那一段那个就是老的街拍。然后先呈现到了那个王老师的家里，去展现一个
哎，你刻板印象之外的上海老人的风貌。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段，你会不一样的人生体会。然后再他把那个街拍的图景一打开，图录上海大趋势。对。你看，他这是市民生活，最后的市民生活，这是集体婚礼，绝对高光，那叫 surprise， 对吧？对，天降神兵，天降神兵，王老师真是天降神兵。而且他又讲了上海的这座城市的文化。对，是的。然后，这个老师可能跟你讲老上海街拍，哎，你可能不相信。那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主编辑。对，这个图册上面都有我编辑的名字，然后我来跟你讲以前几十年前的上海的街拍的历史是怎么样的，真的太高光了，太高光了，太高光了。就他这段，就是让我，就是想到了我们之前上小课的时候，我们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他不一定需要多说话。哦，当然。然后我刚刚看林蔚的这一段的视频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深深的理解到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的，让它自然发生。所以我们也到了要猜测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可以梳理一下。刚才有3组的表现，我们大家每个人可以在心里梳理梳理。一个是在传统意义上就几乎无可挑剔的庞征，一个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清水出芙蓉，素雅的林蔚。怎么我们都没有把程朗拉入？我刚想说，其实这个组有3个人，我们程朗也是很不错的。可以简单说一下大家的选项和理由，然后我们开始举手，因为也可以涉及到可不可以说服一些不同意见。比如说我们从志胜开始好了。这次我会选林蔚，因为林蔚那一下的时候，我是感觉我的整个的情绪、整个人的状态都被那个东西给击中了。哪一下？拿着花回头笑的那一下？就是拿出来那个20多年前街拍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因为我突然觉得一下子街拍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很长的脉络，以及有了一个很长的价值和意义。就这件事情，就突然让我感觉他把这件事情给做到了我想象之外的一个事情。俊林，听完志胜哥的讲述，被打动了。我被打动了。我把你击中了。你把我对，因为我突然想着，我也会把票投给林蔚，因为真的击中，可遇不可求，这个真的可遇不可求，绝了，绝了。子琪，我也是投林蔚，连天都在帮他。超越啊，那我跟你们不一样。不一样没关系，不用被他们。我觉得是庞真，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最终是争一个工作名额。那工作名额，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综艺。综艺说哇，你这个突然一下表现，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东西很完美，然后我就选你。这不是，我就是觉得他应该是按照一个能力的和着那个工作的那个标准来去投人嘛，所以我是这么选的，可能。庞征 ，OK。钱宁老师呢？我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讨论一下。直播保安全，录播保高光。录播有再多瑕疵，只要有高光，它就有最好的呈现。直播要保安全，不能到处都是坑。下一站是个录播节目。所有的瑕疵都可以通过后期来完成，但是没有高光就是没有高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从最后对得起观众的节目呈现上来说，我这一票要投给林蔚。哎呀，哇，厉害厉害厉害！很显然，我这一票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已经有4个林蔚了。首先，我自己的风格选择，如果在这3段当中，我倾向于林蔚。庞征是这一站所能做到的最好了，但是也许林蔚的那种风格开启了下一种可能性。根据我们刚才整体的分享和讨论，最后在这一次3位实习生的表现当中，我们家团更看好林蔚的3、2、1，请举手。5票。更说实话，压力有点大。没有压力，没有。更看好庞征的3、2、1，请举手。1票，5比1，恭喜林蔚获得我们这一次的 offer 盖章。好，我们先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把第一组2位也做出选择，一起来盖，好不好？第一组，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一个选择要做。第一组太难了。第一组啊，是新闻叶县、诗文和韵林。哎呀，这个真的好难啊！这个真的好难。我选的韵林。韵林，理由？
因为我觉得就是单从这一次的2个人的表现来看呢，我觉得韵玲她有进步，然后呢，诗文呢，她有的一些失误没有很好的去把它应对过去。超越，我觉得是韵玲吧，韵玲，因为她没有犯，就是他们说的是内容输出这个错误。那我还是会把票投给韵玲。韵玲，好，3票了。因为我认为状态为王。没问题，掷地有声，制胜。王韵玲，王韵玲也是韵玲。就像之前全林老师说的，说新闻播报是一个减分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会更记住他犯了哪些错误。可能诗文这一次，可能在我这里没有得到那么高的分。韵玲4票了，全林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是 Never what？ 哦，真有但是啊！我在诗文身上看到了特别宝贵的东西，所以诗文我能在他眼里的光，知道他想当一个好新闻人，这是非常打动我的事情。记出了新闻理想，这我特别舍不得。张老师他这轮他也不淘汰。那韵玲怎么办呢？没事，韵玲都已经有4票了，不用再担心。所以张老师这一票会倾向于诗文，对不对？我会倾向于韵玲，我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感性直觉。我看了这2段新闻，就韵玲播的这一段吧，我就想多看一会儿。我觉得他的那些信息就打动我了，就进到我脑子里了。但是诗文始终还是有点紧绷的那个状态，反而不够松弛，反而那个流畅的信息流向前滚动的那个状态没有递到我这儿来。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感性直觉，但也是我投出这一票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来举手表决好了，好不好？在这一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2位韵玲和诗文表现的更优的是诗文的，请举手。1票。觉得韵玲表现的更好的，请举手。5比1。好的，盖章。俊林，这次你来盖吧，你还没盖呢，来。我们刚才应该是韵玲和林卫。OK， 谢谢。好，我希望那个大多数能赢，因为我想点亮那盏灯。有时候呢，我们盖完章之后，得等到下一盘才能揭晓。直接揭晓。导演良心发现，直接揭晓，看一看最后导师们的选择，一起来看最后一段 VCR。